今天主要讲一下小蚁的钱包，因为之前在那个QQ 群啊，然后各种交流下来，感觉大家对这个小蚁钱包的使用还是很有问题的，包括私钥的存储啊，然后以及一些基本的操作，感觉都不太熟，然后很多朋友那个操作也失败了。然后这个可能都是跟大家对这个现在这个钱包的一些了解比较少有关系。今天晚上主要就是跟大家讲一讲那个钱包的使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鹏涛，我是那个小蚁的开发人员之一。然后我们今天的讲解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们首先讲一下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概念。所谓中心化，就是指所有的信息存储在一个中心。那么最典型的就是银行，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存款的话，我们的这些存款信息其实是存储在银行的数据库里的。那么银行的数据库，这个就是中心化的一个例子。那么中心化的特点是，比如说如果银行的数据库被攻破了，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被破坏了，那么所有的中心化的这些资料信息就全部就丢失了。那么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就是通过任何途径再去恢复这些数据。那么一般来说，中心化的机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一般会把他们的数据就是备份一下，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去备份他们的比较重要的这种信息。那么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区别在于，去中心化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有共识的分布式存储。比如说像比特币或者小蚁，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去中心化的应用。比如说比特币，大家都知道，就是很早就开始了，然后它的共识算法是 POW， 就是当然我们今天不讲那个共识算法，今天主要的还是就是主要讲小蚁。小蚁这块的话，跟比特币是一样的，就是去中心化。那么去中心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这里需要写一下，就是所有的去中心化的这些资产，它本质上是通过私钥去管理资产。一个私钥对应一个地址，那么你的资产在地址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是小蚁的区块链浏览器，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高度，那么现在最新的高度，点开我们看到里面它可能有一笔交易这个是矿工交易，这个是每个区块里面都有的。我们找一笔区块里面有其他交易的，感觉有点少啊。这样吧，我搜一下吧。好，我们看到这个地址现在就是我的钱包的其中的一个地址。那么它里面有一定的资产，对吧？那么所谓的通过私钥管理资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很多地址，然后地址里面存储着这些相应的这个资产，然后每一个地址里面它对应一把私钥，那么你是通过输入这个私钥来管理你相应的资产。假如说你的资产比如说你的私钥如果丢了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的这笔资产基本上就彻底丢掉了，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来恢复你的
你的资产。那比如说像银行的话，我们可能说，银行你自己需要保管的信息，假如你丢了，你可以找到银行，你告诉他们你的信息丢了，然后你挂失或者怎么样，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帮你恢复你的这个资产，或者是来帮助你解决问题。但是像去中心化的应用，像比如说小蚁和比特币这种，那么如果你的私钥就是丢失的话，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来找回资产。这个其实是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说，第一是完全匿名，就是你的信息在区块链上，没有任何人知道到底哪个是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地址，你直观的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地址，你并不知道这个地址对应的人是谁，对吧？那么坏处就是如果你的私钥丢了的话，那么基本上比如说有人说他的私钥丢了，然后来找小蚁团队，然后说能不能帮我恢复一下我的钱，或者是恢复一下我的资产。然后小蚁团队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助你去恢复资产。像之前2年前吧，那个时候比特币其实也已经很火了，然后有很多人他们的这个私钥就丢失，然后丢失之后，然后比如说他们想找交易所去找回，那这种情况基本上交易所也很难帮他们去把钱找回来。所以这个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别。我们现在如果大家用了小蚁的话，然后有小蚁股、小蚁币这些数字资产，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去中心化的这个资产，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私钥。如果一旦你的私钥丢失了的话，基本上就完蛋了，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再帮助你恢复对相应的资产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蚁现在其实是有2个钱包，一个钱包是 PC 客户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小蚁的官网，然后我们通过点击客户端进到这个钱包的页面。PC 版的客户端就是通过这里来下载，然后其实是这样，就是 PC 版的客户端其实也分2个东西，一个是 Mainnet， 一个是 Testnet。Mainnet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条主链，就是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位置，区块链浏览器可以来切换对应的区块链。那么我们现在在主链上面，如果想去看测试链的话，就是点一下这个按钮就过来了，然后它会提示你正在浏览测试链。测试链比主链大概早上线了2-3个月吧，所以看到它的高度是要比主链高很多，它的最新的高度已经66万了，而主链的话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只有28万。好，这个是 PC 的客户端，下载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现在下载了，下载解压缩之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夹，然后我们点开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文件。我们现在的这个钱包是绿色版的钱包。所谓绿色版，大家如果玩游戏的话就知道，就是比如说或者就下载绿色的软件之类。所谓绿色就是说你不需要安装，下载下来直接点击 exe 文件，然后它就能够直接运行的这种软件。那么像小蚁钱包的话，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 exe 文件。绿色版和安装版的区别在于，绿色版它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到任何你想放的位置，然后也不需要安装，就是所谓的绿色嘛。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说这种方式，感觉不够高大上，不够像正常安装的那种软件，它有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提示，然后能够安装到你的电脑上面，然后会觉得这样子比较高端一点。但其实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吧，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做成安装的那种方式的，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对于用户来说，这种方式也不一定好，像有些小白用户，他们安装的话也会碰到各种问题，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还是用这种绿色版的方式来给大家使用。Mainnet 和 Testnet 刚才讲了一下，它俩的区别就是说 ，Mainnet 的话是现在真实的资产，就是大家的那些小蚁股、小蚁币什么的，就是都是在 Mainnet 上面。Testnet 是一条测试链，是里面的信息其实是就是假的，或者说就是用来测试的。比如说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钱包，我打开的这个钱包其实是这个。Testnet 的这个客户端在我们的小蚁的群里面应该有，然后百度的网盘现在好像还没有放上来，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放上来，就是方便一些用户去测试。好，这个是 PC 的客户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 Web 和 App 使用的轻钱包一般来说轻钱包的话都会用 SPV 的这个协议，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就是未来会实现。现在轻钱包的话，比如说我要访问 Web 的，我就可以到这里来点在线访问，然后就到了这个一个网址。其实这个钱包它不是一个中心化的钱包，它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换句话说，你们看到的这里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有中心服务器的一个网站，而是说，是一个本质上还是一个静态的网站。大家来这边操作各种操作的话，还是会把信息保存在自己的本地，而不是保存在我们的就是小蚁团队的某个服务器上，就是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了解。目前小蚁的官方提供的两个钱包，就刚才说的，一个是 PC 的这个客户端，就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线的这个钱包。然后因为我这里没有办法演示 App 上面的这个钱包，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用了安卓的手机，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下载，下载这个安卓的 APK 文件，然后直接双击安装。因为安卓嘛，安卓用起来比较简单一些，就是安装好就完了。然后像比如说，如果用的 iPhone 的话，那么就必须到那个 App Store 去下载，然后在手机上也是，你要去 App Store， 然后搜 and shares， 然后去下载我们的这个钱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钱包当然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的这个 Web 钱包做了一些更新，然后把之前的一些功能删掉了，然后怎么说，变得更简洁一些吧。因为 Web 的话，就是还是要满足大家最基本的这种需求。至于复杂的这些需求，我们最后打算还是放在PC 客户端上面来。比如说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安装 PC 版客户端，因为安装这个 PC 版客户端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然后他们可能在安装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有些人是 Mac 电脑，那么他没有办法安装这个东西，那他就只能使用Web 的这个钱包。然后这个钱包基本上像转账，然后备份恢复，
收款等等这些功能，基本的功能都是有的。而且这个钱包我们未来不会做的很复杂，就是满足大家最常用的这些需求，尽量做到比较简洁吧。然后，因为我们觉得简洁的东西比较有力量，会比较持久一些。过于复杂的东西可能大家用着用着会就有些东西会混淆或者怎么样，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的钱包的账户管理方式，这一块非常重要，需要着重讲一下。刚才我们讲过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这个区别。那么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比特币吧，比特币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用私钥去管理资产的，就是如果你的私钥丢了，那么你的所有的钱就丢了。但是小蚁的钱包设计上面它本质上也是这样，也是跟比特币一样，是通过私钥去管理资产。但是因为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用户他很难分辨出私钥啊，然后地址啊，然后合约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概念，他容易混淆，或者是觉得就是概念很多，然后抓不到重点，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操作。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就是方便，就是所有人都能够就是很好的来使用这个钱包。那我们的最后的做法是，通过钱包文件来管理所有的资产。这里就需要讲一下，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最容易接受的概念其实就是地址，地址其实就是一串数，一串这个就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就比如说像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地址，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好，那么地址里面对应一个，比如说我们叫余额吧，余额。比如说现在有100块，100个小蚁股吧，资产类型。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地址，那么地址对应的会有一个私钥，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私钥。但这个是测试网的，就是私钥是无所谓的，大家的私钥还是要保护好。查看私钥，比如说这个是它的私钥，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私钥对应一个地址，然后对应一笔钱，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可能有很多个私钥，对吧？有很多，这里有很多私钥。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下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个私钥是不一样的，这个是349，这个是350，这个是351，对吧？这些私钥是不一样的。那么理论上它们对应的地址其实也应该不一样。那么就是这样，然后里面的可能余额也不一样。对吧？然后资产类型先把它设成一样的，就比如说都是小蚁股。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么多私钥，然后每个私钥对应一个地址，然后每个地址对应一笔钱，那么我一共有多少钱？那我一共有这么多钱。小蚁钱包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用一个钱包来管理我的资产，那么我可以。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钱包就叫test 吧，叫 test 1。我现在的这个钱包名称叫 test 1，
然后我里面有很多地址，有很多私钥，然后有很多钱。那小蚁的这个对于资产的管理其实是按钱包来的，而不是按私钥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小蚁的这个管理方式和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的管理方式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需要大家非常注意。那么知道这个管理方式之后，那么大家就知道，那如果我想把我所有的资产信息，比如说那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保存在我的冷钱包，或者是保存在我的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对吧？一般来说，如果是比特币的话，你就是把这个私钥，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去保存在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你有多少地址，你就得保存多少的私钥。而小蚁的话就是你只需要保存一个钱包文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现在这个钱包是我刚才创建的一个钱包。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要保存，我怎么保存呢？这个就是刚才创建的这个钱包，我只需要保存这个 test1.db3 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要讲的这个账户管理的方式，就是小蚁其实是通过钱包的这种形式来管理资产的。那么一般像比特币的话，一般是通过私钥来管理。当然有很多第三方的机构啊，或者是个人，他们自己写了一些钱包，那么他们有自己的这种钱包管理的或者说资产管理的方式。那么就是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必须要了解这些钱包他们的这个对资产的这种管理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大家必须要搞明白，否则的话容易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按照之前的这种思路，那我只需要把这个私钥保存好就好了，对吧？但是因为我们是按照钱包来管理资产的，假如说我现在转了一笔钱出去，那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原来的这种思路，就是说我从某一个地址转一笔钱出去，但是按照现在钱包的管理方式，所谓的转钱其实是指这个钱包里面转钱。那么比如说我这里有2个地址，我现在要转100块钱100个小蚁股出去，那其实这个钱包是没有告诉我到底我转的是哪一个地址的，对吧？这个很重要。我们把这个过程钱包已经封装好了，所以这个过程你是不知道的，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说这个钱包现在少了100个小蚁股。然后这个钱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找零。比如说我现在一共有100个小蚁股，我现在转出去50个小蚁股，那么是不是还剩50个？这50个小蚁股就会打回到我的钱包里面来。那么按照这个钱包的设计，它会默认打到第一个地址里面。那假如说我现在这个地址里面有100个小蚁股，我转出去50个小蚁股，那么这个时候打回来的那50个小蚁股，它其实是放在这个地址里面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像很多人他可能觉得非常非常不习惯，就是说因为按照原来的思路，就是我这个地址里面的钱为什么你会把余额打到这个里面来？那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小蚁钱包的对于资产的管理，它是以钱包为单位的，它打在哪里它是不会告诉你的。所以有些人他在这里面的钱，比如说打了50，一共100打了50出去，还剩50，那么他觉得可能是打在了这个地址，还是打回到了这个地址，所以他就把这个地址删掉了，然后就会告诉我们他的钱不见了。其实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大家还是不太理解小蚁对于资产管理的这个方法，所以今天把这个问题就
讲了，而且这个方式基本上也不太会变，所以未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非常注意。OK， 然后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PC 钱包的基本的操作吧。PC 钱包的基本操作，我们有一个教程是在这个网盘里面，网盘在这里，点开之后，它里面有很多文件，其中有一个是客户端的操作说明，下载下来之后，然后解压缩，里面有2个 Word 文件，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使用说明，这个是对于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怎么创建钱包，那这里有解释，先是名词解释，对吧？告诉你每个功能是干嘛的，然后像基本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创建钱包、打开钱包，这都非常基础了。然后交易，还有资产的注册、分发等等。这个文件应该是比较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功能还是没有提到，我等会儿会做一个补充，大家有时间可以对照着这个文档，然后我会把这个测试版的客户端发到我们的这个百度云盘里面去，然后大家可以下载，去用这个测试网来测试这个钱包，然后去熟悉这个钱包。现在测试版的这个，我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测试版的钱包。现在这个钱包的界面跟那个最新的钱包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就是主网的客户端，那就这个文件，大家下载之后应该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随便打开一个钱包。因为里面没有钱啊，所以也看不到。就是里面有些东西跟那个测试网的这个钱包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说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所以大家用那个测试网的钱包就可以了，就可以去测试我们的这个钱包了，没必要用这个主网的这个钱包来测，万一有误操作什么的，就资产又会丢失了。那我们就从头简单的讲一下吧。这个 PC 客户端的操作，我们现在用这个测试网的钱包来操作一下。好，下载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去选择那 shares.ui.exe 文件，然后双击，然后就可以打开那个我们的这个钱包。好，打开之后，第一个要讲的是最底下的这个状态栏，小蚁的同步时间基本上是就是15秒出一个块儿，但是严格来讲肯定不是15秒，应该是大概在18秒左右吧。然后高度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人问那个。怎么样才是最新的高度？那最新的高度就是当这2个数字一样的时候，那就是最新的高度。这2个数字分别代表的是区块头和区块本身。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度就是最新的高度，然后连接数是指就是有多少个节点现在能连的。我们看节点是7个，然后。右边这个是等待下一个区块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当它这个绿色的状态条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出块了，这里就会从70变到71，对，可以看到，那就是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现在新创建一个钱包，我创建叫 test3，好，然后我设一个密码。好，当我创建一个钱包的时候，这个钱包会自动帮我生成一个地址，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是没有钱的，也没有交易的。那这就是创建钱包的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钱包的信息复制一下，放到这里来。
现在这个是 test3，然后地址。好，比如说我现在做一笔转账，我现在要把这个钱包 test1.db3 里面的资产转移到test3 里面。我们先登录到 test1 上。好，然后做一笔转账。比如说我们转一个小蚁股吧，不能转一个小蚁股，再转10个，不然会比较尴尬。好，这个时候系统会告诉我，有一个交易编号。那我可以通过这个交易编号去查询这一笔交易，去区块链浏览器上去查询这笔交易。首先，我们这里要确定我们现在是在哪里。我们要登到测试链上来，然后搜索这笔交易。可以看到这笔交易已经确认了，确认数是1在这里，然后收录于区块的高度是665777。好，然后这里也会有交易记录。我们现在打开 test3。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有11个小蚁股了。这笔交易通过区块链浏览器来看的话，就是原来有一个地址，它里面一共有39个小蚁股，然后给某一个地址转了11个小蚁股，然后将另外的28个小蚁股转回到自己。那这个地址和这个地址是一样的，对吗？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地址结尾是 NBD， 这个也是 NBD， 那这个地址和这个地址是一样的，那么就说明我们的这笔交易是成功的。好，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转账操作，也是大家最常用的操作了。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人想交易小蚁股，对吧？然后那怎么把小蚁股转到交易所？一般来说，交易所会给你一个地址，你就通过小蚁的这个 PC 的客户端去把这个资产，通过转账功能转到这个对方的这个账户里面去，然后转多少钱，然后转什么资产，这里都有选，对吧？那这就是最简单的转账操作，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操作。然后第二个要讲的是，修改钱包密码。刚才说，我们的每一个钱包，它的，刚才说小蚁它是通过钱包来管理资产，对吧？那么钱包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这个钱包文件，把这些钱包文件，把它比如说压缩一下，然后放到某一个 U 盘上，或者是总之是不要被别人知道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你还需要记住这个钱包对应的这个密码，有了密码才能打开钱包嘛，对吧？所以这个老版的这个测试网的这个钱包好像没有那个修改密码的功能。这个我就不演示了，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就是你更改一下你这个钱包的密码就可以了。然后基本的操作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转账了，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些稍微有一些难度的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里记了3个，就是平时问的问题最多的3个钱包使用的问题吧。就第一个是小蚁币的生成与提取，大家不理解，就是说我这个小蚁币到底怎么去提取？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测试网的这个钱包，我来打开一个，
我打开了一个钱包，我可以看到，哇，这里面有很多钱，对吧？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要提取小蚁币，那这个显示跟那个现在的这个主网的客户端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就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可以看到可提取的是很多，对吧？然后不可提取的未知，然后可以点全部提取。这里就是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会有不可提取的小蚁币？然后什么是可提取，什么是不可提取？这个需要说一下。我们知道小蚁币和小蚁股一样，是小蚁区块链的原生资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白皮书里面说的东西，那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小蚁币是通过小蚁股生成的，比如说我现在有95万的小蚁股，那么小蚁币就会，只要你拥有小蚁股，那么小蚁币就会随之生成。随着时间的增加，你的小蚁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些小蚁币它还是不能提取的。原因是说，我的这个小蚁股的寿命没有终结。这块大家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是说，一个小蚁股它有一个寿命，所谓的寿命就是从 A 地址转到 B 地址。比如说我现在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 A 地址里面有一笔钱，有100个小蚁股，对吧？我现在有100个小蚁股，那么我在 A 地址里面就会对应生成一定的小蚁币。那么这个小蚁币是多少？我现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会不停的增加。比如说我现在是 X 个小蚁币，对吧？因为根据时间的不同，它是在不停增加的。我可以写成一个函数，对吗？就是小蚁币的数量，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函数。当然，这里其实严格的说是关于数量和时间的一个函数，它会不停的增加。你这里，比如说我现在拥有小蚁股，拥有1天，那么这个函数会得到一个值；如果是2天，它会得到另外一个值，对吧？那么，假如说我的这个小蚁股一直不动的话，那这个小蚁币会不停的增加，你就没有办法提取，因为它是一个变量，变量是没有办法提取的，对吧？所以当某一天我把 A 地址里面的小蚁股转移到了一个，比如说转移到了 B 地址，比如说 B 地址现在有100了，那这个时候 A 地址里面就没钱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当我转账，我肯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进行转账的，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时刻叫做 transfer。好，那么这个 t 等于 transfer，就是这个参数，我们现在就已知了。那么这个 f 对应的这个函数就可以算出来了，对吧？它一定是某一个值。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小蚁股就是可以提取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变量了，它是一个确定了的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可提取和不可提取。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用户就是频繁的去提取你的小蚁币，因为并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你的小蚁币也是你自己地址对应生成的嘛，就是它也是你自己的资产，即使你不提取，它依然是你的。所以，就是你提不提取，其实不重要，对吧？就反正都是你的，你只有用的时候，一般你提取出来，对吧？你不用的时候就不用提了。之前很多人可能就是，我感觉还是怎么讲，就是
经常要提取小乙币。那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大家如果听明白的话，你就知道，如果我现在想提取一笔小乙币的话，我就必须把我相应的这个小乙股做一次转账。我只有做一次转账之后，比如说我原来是 A 地址，我现在要把它转到一个地址里面，当然这个 B 也是可以等于 A 的，就是你自己转给自己也是可以的。那首先你自己把这笔钱转给自己，然后你的不可提取的小乙币就会变成可提取的，这个时候你再去提取。那这个过程本身，虽然不复杂吧，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反正都是你自己的嘛，就也没有必要频繁的去操作了。那这个就是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问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就是小乙币的生成与提取，这个大家应该听明白了。然后第二个讲一下，就是所谓的重建钱包索引是什么意思？原来的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重建钱包数据库，对，就是现在已经改成了重建钱包索引了。就当大家看到这个重建钱包数据库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很担心，就是点了这个之后会怎么样？我的资产会不会丢失？现在明确的说，你点这个之后，你的资产并不会丢失，但是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重新同步。我们知道，小乙它本质上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区块链嘛，就是它也需要去每一个区块去寻找你的跟你相关的这些交易，然后把这些交易累加之后才是你的余额。刚才讲的这些过程，如果大家没听明白或者是听不懂的话，大家可以去下载我之前录的一个视频，在网盘里面有，在技术分享视频里面，你可以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是录的第1期，里面讲了很多基础的东西。那再回来就是。刚才说，首先我们知道小乙是一个区块链，然后区块链的话，它本来的这种求余额的方式就是通过每个区块去寻找它对应的交易，然后把这些交易然后累加起来，然后得到这样余额。那比如说，假如说我的钱包在某一个时刻，我的钱包比如说中断了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很担心我的钱包里面的余额是不是正确的，那我就可以去重建一下钱包数据库，或者是叫重建钱包索引。这个时候，小乙的钱包会从区块高度0开始，再重新同步一遍你的钱包。但这个速度要比就是现在的这种同步的速度要快，因为所有的这些钱包数据都已经到了本地，它这个钱包会有一个机制，就是把链上的信息，下载到本地，所以本地的钱包数据库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测试链现在有多大。所有的线上的，或者说云上的，或者说区块链上的数据，全部下载在这个 chain 文件夹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点 .ldb 的文件。这个点 .ldb 的文件就是 leveldb， 就是小乙是使用 leveldb 去存储信息的。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文件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已经接近1个 G 了，还是蛮大的。所以当我现在可以重建一下，比如说当我点击重建钱包数据库，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的资产是没有了的，对吧？但是这里还在不停的变，原因就是它现在是从高度是0一直同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在不停的变。那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我当前的余额？因为它的这个同步过程是没有像这种进度条啊什么告诉你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你等个10分钟，基本上肯定是同步完了的。假如说你不想等，你就想看到你的当前的资产情况，那很简单，就是你去区块链浏览器去查就可以了。
对吧？你每个地址查一遍，然后加起来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资产总数。那这个就是也是问的比较多，有很多人问我，他问这个问题可能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同步的过程是不可见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而且这里的数值还会变。但是你自己的钱如果变的话，你就会觉得很不安心嘛，或者是怎么说？所以现在讲了之后，大家就知道我重建钱包数据库并不会更改你的自己的余额或者是怎么样，它只是从头同步了一遍，而且是在本地。那如果你想看到你当前的这个余额，比较快的看到你当前的余额，你就直接到区块链浏览器上去查就可以了。好，第3个问题是关于多方签名的这个钱包合约。多方签名合约的一个问题，之前有一个用户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他在使用多方签名合约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现在新建一个钱包，我就叫做 multi。比如说我叫 multisig wallet。好，然后我想建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来管理我对应的资产。比如说我现在建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啊，首先我最好还是记一下吧。我现在要跟这个 test3，我们这2个钱包来做一下，做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做多方签名合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记录这个地址的公钥。好，同理，我们现在打开 test3，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11个交易股。然后我现在创建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这个多方签名的合约，要求就是test3和 multisig wallet 这2个钱包所对应的这个地址，2个地址来签名的一个合约。这里多说一句，什么是多方签名合约？大家把多方签名合约理解成，有2个孔的锁就可以了。就是说，比如说，也不是2个孔的锁，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2个人，我们2个人有一笔资产。然后我们共同决定这笔资产的走向。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夫妻嘛，对吧？比如说，大家有一笔钱，那么比如说，丈夫想转账，那么必须得到妻子的同意才可以，对吧？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逻辑。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老公，然后这个是老婆，对吧？就这2个人，然后说我们现在有一笔钱，只有当大家都同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用。那么怎么去做？就是我现在把一笔钱打到这2个地址对应的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里面去，那么就等于给这个钱上了一把
只有这2个钥匙才能打开这个就是这2个钥匙才能就是同时打开了一把锁。我们这里的好像对，还没有录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test 3。这个就是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构建这样一个合约。首先，我把test 3的公钥放进来，然后再把这个钱包的公钥放进来，然后我们约定最小签名数量是2，就是这笔钱只有2个人同时签名之后，它才能转账，或者是才能被使用。好，我们得到了一个地址。那我现在把这里面原来有11块钱，对吧？然后我可以转账转到这里面来。好，资产依然是11，我们可以看到还未确认。原来的话，这11个小乙股是在这个地址里面，对吧？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看一下。那看，原来有一个这个地址，原来有11个小乙股，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交易还没确认，稍微等一下。好，现在应该是已经确认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址对应2笔交易，这个交易就是刚才转进来的这笔交易，对吧？看这2个地址是不是一样？就是从这个地址里面转11个小乙股到这个地址里面，那就是有一个收入。然后刚才我们把这笔钱转到了另外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就是这个地址 NU1，对吧？但是对于钱包来说，它的总资产依然是11。好，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地址里面现在其实就是是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然后它里面有11个小乙股。比如说我这个钱包现在要做一笔转账，我现在转移到，比如说我想转到这个地址吧。我现在做一个转账，我一共有11，比如说我现在只转6个，那么它应该会剩5个，对吧？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点击确定之后，它钱包会告诉我们签名不完整，交易的构造完成了，但是没有足够的签名。换句话说，就是我第一个人做了这个第一个人签名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还需要另外一个人签名，所以我需要把这段信息复制下来。好，然后我要把这个信息发给跟我一起做这个多方签名合约的这个人，也就是他。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钱包。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签名了。没有足够的私钥对数据进行签名。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也要构造一个多方签名的合约，跟刚才一样。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完成了签名，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段信息和这段信息对比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信息大家没有必要详细的去看，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就是上一个网站。我靠，欺诈网站，太可怕了。好，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只有一个签名的数据。那这是格式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笔 contract 的 transaction， 就是最简单的这个交易的，最简单的这种交易。然后这是它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这是脚本的信息，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 completed 是 false， 就是说是未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里的 signatures。可以看到，你看这里只有一个签名，对吧？那么怎么样才能这里显示 completed 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两个都签名过之后 ，signatures 现在有2笔签名，对吧？有2个签名，然后这个时候它的信息是 completed 是 true， 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复制一下，我把它广播到区块链，好，广播成功。就是这笔交易，然后广播之后。我们之后看一下交易记录。我们刚才是用的 test 3，对吧？好，那这个已经确认了，然后就是这笔交易，可以看到这个BEBB 对吧？这里也是 BEBB， 就是这笔交易，我们去查一下。好，可以看到11个小蚁股转移给了这个地址，这个地址是不是我们刚才的 test 2.db3 的地址 WORF？ 那就是这个地址，那说明转移成功了。然后还有剩下的5个小蚁股，它是转移到了哪里？它并没有转移到自己的这个地址，对吗？它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什么？这个地址就是它的默认的第一个地址，所以这个就是钱包的一个机制，就是它会把余额转到它的第一个地址里面。所以一般来说，一个钱包大家不要随意的去删除它的一些地址，相反你要保护好你的每一个地址。如果一定要删除的话，你就用区块浏览器去看一下你这个地址里面有没有钱。好，这个就是多方签名的合约，其他的，当然你可以做的更加复杂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4个人，我只要求里面的3个人签名，这笔钱就可以用。那么就这里的这个最小签名数量就设成3，点错，就是这里设为3，然后这里添加4个公钥，对吧？就4个人嘛，4个公钥。然后最小签名数量是3，就是这样，那你就可以实现4个人里面至少有3个只要同意，那么这笔钱就可以用，就是这个意思。好，这里我们就把这个多方签名的部分就讲完了，然后大家可以仿照我刚才操作的这个过程去操作。然后文档里面也有，这个可能不一定有。对，这个好像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视频就是大家下去可以再看一下，就是看多方签名怎么构造，怎么使用。以上就是我碰到的最多的3个问题，就是关于 PC 版的这个钱包。
然后最后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轻钱包，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线的这个钱包。在线钱包，最主要的还是对于资产安全的一些说明吧。就是首先，比如说我有3种方式去新建这个钱包。那么这里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外部版的钱包它的资产管理方式，和 PC 版的有一些不一样。它的区别在于，它不会告诉你它里面有多少账户。它也不会告诉你里面的私钥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新建一个钱包吧，那你看钱包的名称是默认的，然后我输入好密码之后，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能看到的是什么？首先比如说我点收款。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些操作，使得它的，我们从头来吧。比如说过去1小时，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删掉。好，当然，对于在线钱包来说，这种方式就是随意删除信息的这个方式是很危险的。咱们这个直播没有中断吧 ？OK，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直播中断了。好，我们继续讲。那刚才我把所有的信息删掉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我的钱包就等于丢了。假如说我里面有钱的话，这个时候也就丢掉了。所以使用在线钱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备份自己的钱包。比如说我们重新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备份钱包是可以备份这个在线版钱包的钱包数据的。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文件，我们把它拷贝过来。好，那这个就是我现在的钱包文件。比如说现在有人给我打款了，这是我的地址，对吧？因为这个是没有测试版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转账的测试。大家就先看一下吧。这个是主网的，你看这个高度是28万的，这个是主网的。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地址，然后别人给我转钱，我可以到这里来看，然后这里有最近的交易，会有交易记录。这个我等会儿演示一下。那么，假如说我重复刚才的操作，我把数据删掉，好，我再刷新一下，看钱包就没了。那如果你没有备份的话，就等于如果你里面有钱，就真的就丢了，你找谁也没有用。所以大家使用在线钱包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钱包文件要备份好。这个钱包是可以改名字的，我比如说叫test app 吧。好，这是我刚才备份的钱包，那我可以把它导进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刚才是一样的，对吧？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钱包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就是备份钱包。如果大家不小心把钱包就是不小心清了数据库的清了浏览器的缓存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数据就真的就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没事干就点一下吧，就点一下备份钱包什么的。
这个钱包本身很简单我们现在可以，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信息的一个钱包吧。好，我这里有一个钱包，里面有很多交易，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有很多交易，然后首先最主要的就是备份，刚才讲过了，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就是首页，然后这里面就是所有的交易记录，对吧？都在这里。然后你点这个交易编号的话，会跳到这个区块链浏览器上。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资产，哇！收款就是收款地址，然后这个钱包也不会告诉你它的私钥是多少，就这个地址对应的私钥是不会告诉你的，你只需要去备份你的钱包就可以了，你只需要记住备份钱包就可以了。然后发送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小野股，对吧？我可以转出去。然后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常用的联系人，好，这个是一直开着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地址，对吧？小明，OK， 好，然后我发送的话，比如说我要发送给小明，我这里就可以选择小明，对吧？发送1，然后点确认转让就结束了，这一笔转让就完成了。那它的功能其实就是一个收款，一个转账，然后有一个联系人的功能来方便你使用。基本上这个钱包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这里了，非常简单，就是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家平时的这个使用需求了。就是像注册资产、分发资产这些高级功能的话，今天时间有限，可能讲不完了，我们有可能下次再讲一下。当然，这个文档里面都有，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就是这个文档都有。其他的功能像修改密码，这个也很简单，就修改一下。然后这个是那个区块链浏览器，剩下的这两个就是对吧？就相当于帮助之类的信息。好，这个基本上就是 Web 钱包的所有的功能了，非常简单，我觉得非常实用吧，就是对于大家平常使用足够了。然后手机上使用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备份的方式。我们这里备份的话，一点它会下载一个东西，而手机的话，你点备份，像安卓和 iOS， 你点备份是通过把你的钱包文件分享到其他地方来实现的。一般来说，比如说我的话，我会把它通过邮件来发到某一个邮箱里面去，这样子，因为这个钱包文件的信息是加密过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钱包吧，好，可以看到这个钱包文件里面的信息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仔细看。然后这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加密的，你们也看不懂什么，就是也没法看，就是。所以，而且我们不建议你打开这个钱包，就是万一你把里面什么东西改坏了，然后就等于就悲剧了吧。然后刚才这里已经讲过，这个钱包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JSON 的文件，然后里面的信息刚才也看到了，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看到它里面的结构，然后我们不建议你看，也不建议你改，其他的基本上就没了。然后今天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8点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有很多东西感觉还没有讲，像那个注册资产啊、分发资产这些东西，
大家下去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说明里面，都是比较细致的，讲的也比较细，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吧。然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下次再录一个视频，把这些比较高级的功能再讲一下。好吧，今天的视频关于小蚁钱包的使用就讲到这里，然后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然后结束吧。好，再见。